小朋友的事情在现代的家庭里基本都会是头等大事儿。那我们的很多顾客就会担心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太爱动了，看书也看不下去，是不是有多动症啊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多动症是人们常用的叫法，其实它有一个更专业一点的名字，英文简称呢叫 ADHD， 全称是注意力缺陷及多动障碍。一般来说，多动症的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、多动，主要是指与环境不相符的运动，比如在图书馆里安静不下来，还有冲动、不加思索的做出仓促的行为，分不清问题的优先次序，还有就是时间管理比较弱等等。那 ADHD 并不是儿童专属的，美国精神病学会的数据显示，大约有 2.5% 的成年人患有 ADHD， 但其实判定这个 ADHD 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大多数 ADHD 的症状都是每个人偶尔会遇到的行为，比如忘记支付信用卡的账单啊，谈话的时候走神，或者错过学校或者工作的最后期限。只是对于 ADHD 患者来说，这些问题会更为高频的发生，也因此更有破坏性。那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是青少年以及儿童的 ADHD， 因为儿童的 ADHD 比例会更高，大概是成年人的3倍左右，是影响儿童的最常见精神障碍之一，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化的问题。那 ADHD 一般都与基因、母亲或者是幼年时的环境有关，比如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抽烟喝酒，或者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体重过轻，或者是在幼年的时候受到了头部损伤等，这些可能都会造成 ADHD。那 ADHD 的症状一般出现在12岁之前，比较早的3岁左右就开始挺明显了。那这些行为呢，包括无法注意细节，或者在学校做作业的时候粗心大意，很难在任务或游戏当中专心致志，没有办法专心听别人说话，即使是你当面对着他说，很难听从指令，或者没有办法完成学校功课或者家务，不能组织任务和活动，经常忘记完成一些日常的活动，比如忘记做家务等等。那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发病，而且男孩和女孩的行为可能有所不同，比如男孩可能更活跃或者说暴躁，而女孩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呢，可能更倾向于保持安静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几年 ADHD 的发病率在学龄青少年当中明显上升。那纽约时报曾有一个报道说，美国的学龄青少年 ADHD 的发病率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 5% 上升到现在的 11%。那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，这30年来，美国的各个州陆续引进了一个联邦的法案，意思是学校获得的财政拨款要与考试成绩联系在一起。那换句话说，学生要面临的考试压力可能就更大了。所以报道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学生考试压力越大，会越容易患上 ADHD？ 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显示，在美国最早引入该法案的北卡罗来纳州，青少年患 ADHD 的比例是最晚引入该法案的加州的接近3倍。所以虽然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，但如果学生的学习考试压力大，早一点应对是非常必要的。今天我们会聊聊3种营养素和一个产品。第一个营养素是欧米伽3。那美国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一篇研究曾发现， ADHD 孩子体内的欧米伽3水平更低，行为和学习能力也更容易出现异常。所以耶鲁大学的研究将欧米伽3作为药物的辅助，用来减轻 ADHD 患者药物的服用量。结果呢是3个月的时间看到了不错的效果，而且副作用几乎没有，性价比也很高。所以目前 ADHD 的营养素补充方案首选就是 EPA。那尤其推荐 EPA、DHA 和 GLA 的组合，类似于这款产品的配比。第二个呢是镁。镁不会直接提高注意力，但它可以减少多动和烦躁。另外有研究发现，镁对一些药物失效后状况反弹的儿童很有帮助。那市场上有比较多的镁的形式，怎么去选是一个大的话题，如果感兴趣的人多，课代表可以单讲一期。那目前在加拿大，儿童的镁一般以2种居多，分别是甘氨酸镁和柠檬酸镁，这2种都可以使用。相对来说，甘氨酸镁会更温和，不像柠檬酸镁容易造成腹泻。另外还有一些医生可能会推荐苏糖酸镁，这种镁呢直接可以穿过血脑屏障作用于大脑，但在加拿大，苏糖酸镁目前只有成人的推荐剂量，青少年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选择。第3个营养素是 GABA。GABA 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氨基酸，像番茄啊、青椒、茄子、糙米、泡菜里都富含 GABA。
大部分人体内的 GABA 都分布在大脑皮层里，是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，可以防止大脑过度刺激或者兴奋，有点类似于大脑一旦太兴奋了 ，GABA 就会帮你踩刹车，所以很多助眠产品里也有 GABA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等机构曾进行过一个研究，发现有 ADHD 状况的儿童，大脑当中的 GABA 水平通常比正常孩子要低，所以有 ADHD 的儿童也可以考虑补充 GABA。那 GABA 呢有很好的镇静作用，但没有副作用或者成瘾的危险。说完了3个营养素，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个产品，叫酵母口服液，是草本成分上培育出特殊的酿酒酵母，里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有专门的临床研究显示呢，对 ADHD 人群的注意力方面有一定改善。不过这个其实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证实。但因为酿酒酵母一个确定的好处是改善肠道的菌群状况，而根据肠脑轴的理论，保持肠道和消化系统的健康，对脑部神经类的问题是有着很多益处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。如果你对类似的题材感兴趣，欢迎关注点赞。那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那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吧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